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碰到过？反正我是碰到了。反正越是金融危机的时候呢，越是有人给你推销这种投资啊，尤其是这种虚拟货币呢。昨天就有人告诉我，虚拟货币比特币一天降到了18000美元，连续一周降了36%，现在正是抄底的时候，你敢吗？嘿，大家好，我今天呢主要是想跟大家聊一下，我为什么不选择投资理财，然后选择了 YouTube 创业，主要呢从3个方面来给大家讲一下。我的频道呢主要是教大家一些免费的赚钱方法和外贸创业、YouTube 创业的一些思维和方法。那好吧，我们今天就开始吧。我们主要从3个方面来讲一下，我为什么选择 YouTube 创业。第一点呢，就是我为什么选择 YouTube 创业而不选择投资呢？当然，其实2个也可以进行的，但是同时进行的。是我为什么不投资呢？我说了嘛，金融危机的时候也是有机会的时候，就是很多一些投资者或者是说投机者在观望什么是机会，就有人在推这个虚拟货币啊，最近炒的特别的凶。这1、2年你应该听到了很多很多关于这种虚拟货币的投资啊，还有成立了币圈什么的。当你还没有搞懂区块链的时候呢，就又来了什么去中心化了、元宇宙了、微博3.0了，等等等等等，还有一些你帮你搞的云里雾里的。你会选择投资吗？现在很明确，就是全球金融危机、经济危机的时候。我是做外贸的，我对于这个东西很敏感的。我问过了所有的客户，今年呢，大家的日子都不好过，都在把自己的钱包给捂得紧紧的。这个时候，你觉得虚拟货币是一个好的机会吗？虚拟货币它的本质是什么？我也不懂这些，我也不想去研究。说老实话。昨天在有人给我推销的时候，我的第一反应就是，我不会去弄。他问我为什么，我说没有为什么，就是这样的。就是我只是不想跟他这种专业的跟争辩太多。那么他就是就是企图要说服我，对吧？说服我。但是呢，我的一个根本有2个观念，我不去选择这个。第一个，我从来不去选择我不懂的东西嘛。第二点呢，我对于这个虚拟货币，哪怕你再给我说的天花乱坠，你说了很多很多的什么很高级、很高逼格的词，我觉得这种看起来很就像那个民族自由一样，这种很虚，你知道吗？它实际上你大道至简，虚拟货币实际上就是皇帝的新衣，它不满足我认为那个价值交换这个概念。它实际上是没有价值这个东西，它就是金融产品，它是被炒高了的，所以说不会去碰这些东西。我自己也认为，我个人是没有这种偏财运的时候，我不会去碰这些东西的。哪怕你给我说的再怎么的人，但是呢，就有一种人，他就是善于这种教你，他就是就是让你自己觉得你自己不懂，然后就是让你自省，然后就是觉得真的是一个机会啊什么的。但是我不会这样子，我建议大家呢，在这个全球金融危机的时候呢，也是要谨慎投资。那其他投资像股票啊、基金呢，我建议大家呢还是选择一个比较稳。如果说你一定要投资你的钱比较多的话，我觉得你还是选择一个比较稳健型的吧，比如说那个基金的，相对于安全的10%之内这种，我觉得还可以接受。股票我年轻的时候也研究过，但是我还是觉得我不懂。这个咱们这个中国的金融环境，我觉得不是很友好，所以说呢，我是不建议投资的。我宁愿选择这个 YouTube 创业，因为它是零成本的呀。而且的话，我是相信那个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，所以说这是第一点，我为什么选择 YouTube 创业。所以说呢，我其实我不想说我自己我要做一个什么 YouTuber 啊，我觉得这个 YouTuber 这个词太有点 low，有点低级。它就是 YouTube，所以说我说 YouTube 创业
其实只要你一个人能一个人剪辑，一个人做内容、写脚本，然后又把它变现，然后又把它输出，然后又影响了很多人。我觉得这所有的这个过程下来，它就是一个创业的过程啊。第二点呢，我就是想这个自媒体创业呢，国内国外的做一个比较。说老实话，我们国内的自媒体创业环境呢不是很友好，比起就是国外的话，这个我主要是从4个方面来聊一下我为什么选择了国外的 YouTube 创业吧，而不是这些小红书啊、微信公众号啊、什么大鱼啊、今日头条这些啊。我在上期呢视频呢也有提到过，但是没有细说。这期就从4个方面。第一点呢，我就从这个关键词设定上吧。关键词设定上呢，国内的就是自媒体创业呢，它的关键词特别多，它的就是对呀，就是要经过很多很多审核，这种让你感觉很麻烦。怎么说呢？当然也不是说 YouTuber 他就没有关键词设定，当然你的 YouTuber 你随意骂中国、骂中国共产党，他是被允许的，是被鼓励的，这是同样的道理。所以说，不要这个问题的话，不要上升到政治这样子的一个概念。就像你玩网易游戏的话，张朝阳他就是一个关键词啊。我是玩过游戏的，我年轻的时候就是一个游戏达人。当你在玩游戏，你不能骂张朝阳的，这个也并不是就不会上升到集权，也上升到政治，就是他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嘛，他就系统设了这个关键词。所以说，那你在爆不了装备的时候，有些年轻人，尤其是玩游戏，你知道，大家都是年轻人。那个爆不出装备的话，就花个钱买个小喇叭骂一骂招讨厌了，然后发泄一下，这种也很有的。他就是要避免一些麻烦，所以说也是可以理解的。但是呢，关键词的相对的是，我觉得太多了，有一些。对呀、有些不是一些，我个人觉得还没到那种敏感程度，他也有点怕麻烦，他也把它给设定了，所以说就给审核带来一些麻烦。就是第一个就是从关键词上面嘛，第二个就是在那个，你不能跨境去推销，在这一点的话，我觉得 YouTube 做得好一点呢。那 YouTube 你发在 YouTube 上呢，你可以一键那个分享到 Facebook，一键分享到 Twitter 是吧？还有分享到 REDDIT，还分享到 Instagram，然后这个分享到 Pin，这样它就可以关联好多个，而且你可以在那个 YouTube 上面。就是插一些自己的链接呀，插一些博客链接，插一些自己的网站啊，就是插一些其他的什么什么的东西，文字啊、链接啊什么的，自己联系方式啊，这是都是被允许和鼓励的，对吧？但是如果说你要在小红书上，然后哪怕就是你打个你自己的 QQ 号啊、联系号码呀，或者怎么样子，各种的联系方式、名片啊，它是不允许的，它是不允许这样子的，除非你把它做成一张截图，它系统设定为图片这样子，要么你在上面的话，它不允许你就是比如说把你的什么那个微店的链接打在你小红书上，它不允许你把那个那个你哔哩哔哩的链接打在小红书上，就是说它好像没那么宽容，它不允就是你只许你在这上面推销他的东西或者他的店，但是你要去推荐就是其他的就是其他自媒体的那个你的那些链接，他就不允许你，所以这一点上他就好像显得那个小气一点啊这样子，因为毕竟这个也都是一些私人资本吧，就是这样子。第二点，所以说我觉得 YouTuber 他更宽容一点。那第三点呢，就是 YouTuber 他的赚钱要多一点呢。我们都知道那个 RPM 嘛，YouTube 的 RPM 差不多。那同样的内容的话，比如说就是赚钱这一块的关键词的话，YouTube 上可能是$6到$10这样子的，也许可能还更高的，有的是听说有$20多这样子。总之是说。真的是$6到$30的这个单价吧。但是呢，你要是在国内的话，同样的一个话题，同样的内容的话，它的那个它的那个就是单价的或者 RPM 在算的话，第一个是呢，它要打，基本上都是要打到，比如说今日头条吧，今日头条其实相对还算比较高一点的啦，它要达到1万的就是订阅量，对吧？1万的观看量呢，它才有这个
收入了的，然后它的 RPM 是没有 YouTube 高的。同样的一个内容的话，它的钱相当于比 YouTube 少一半这样。所以说呢，就是那我就是肯定要选择这个 YouTube 了，是吧？嗯，所以说这是这个做的比较来说呢，然后就是我愿意选择 YouTube 内容创业，而不选择国内的内容创业。第四点呢，就是国内的它这个，我们国内的所有的这个商业环境吧，但是一旦涌入了一些资本的话，它好像就变得那么不纯粹了，好像就有一些，就是对于在下游的对才开始的一些新的创业者的话，就不是那么友好。比如说像 Papi 酱啊，像这些国内的一些最开始很红的一些所有网红，对吧？后来他们背后他们都跟这个大资本，他的一些什么什么基金，这些什么什么天使基金啊，什么后面一旦有基金这些资本支持的话，他就变样了。对吧？他的公司的话，一下多个号，那对你这种新的创业者的话，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利好的，那他的流量会怎么样？那是完全连你的。在这一点上的话，我觉得 YouTube 的话，它就会也是会相对宽容一点的，毕竟因为它的那些资本都是来靠卖广告来收入的。好像这种情况的话，它就是有一个监督或者是说管是吧？而且它都已经这么多年了，它的基本上那个规则已经形成了一个模式，大家愿意自觉去遵守的一个东西。不会有那种就是说，以大欺小啊，或者怎么样的，还是对新手的话比较友好。虽然呢，现在也是达到一个嗯火热化的一个程度吧，其实相对来说，它还是对新手的话比较友好一些。所以这就是国内国外做的这个比较，我宁愿选择 YouTube 创业。这个就是我为什么选择 YouTube 创业的第二点。那么就是第三点呢，我们就聊一下 YouTube 创业它的一个内容，从它的内容和操作的这个方法上来说，我为什么选择 YouTube 创业？因为它的一个这个价值观是比较符合就是创业的这个观念的，对吧？交换价值嘛，是吧？我在这里就是输出，然后就是得到然后一些变现，我这个花时间去培养自己的爱好，然后一个长期积累的这个过程，然后都是说我喜欢的。从个人角度说，我的一些什么演讲口才呀，我的一些能力呀，会得到锻炼的，个人在成长方面呢，还有就是说它的一个就是内容上呢，也是的话，我觉得也是比较对新手呢会比较友好的，对吧？如果说是像那个抖音啊，像这种短视频呢，其实我不太喜欢这样子这短视频，我觉得那个时间太短了，说明不了什么。所以说它这个视频，一个是更有利于它的一些广告公司插广告吧，这个是它的这个长度那个更有利于这个创业者吧。因为毕竟你再怎么，我觉得一个话题一个东西的话，至少也得5分钟以上才能说得清楚一点吧。像那短视频，对呀、1分钟内我觉得是不能说的清楚的，就是很容易就演变成一种噱头那种感觉啊，或者是说一个标题党，对吧？2句话就嗯几秒几十秒就可以这样子，我觉得就是很容易就演变成一种无章的一个无序的一个状态，所以说我就更倾向于 YouTube 创业。嗯。它就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，然后呢，就是打造个人 IP，它比这些博客啊这些，我觉得更实在一点。它是一个，它不仅仅是写，它就是把你写的东西要说出来、表现出来，然后还要让人听得进去，